边看王者边听小说，苏哲王者荣耀，夜黑雨著。对呀，那凯就是玩打野的呀。第536章，刮目相看。接下来的5分钟时间之内，神殿战队与 Quick 战队都打得非常谨慎。双杀后 ，Quick 战队顺势拿下了第一条暴君，但接下来双方就没有任何有威胁性的冲突发生。转眼比赛已经快要进入第8分钟了，第2条暴君却仍然没有人拿掉。Quick 战队和神殿战队在河道上试探了很多次，最后的结果是双双表示退让。这场比赛打得很沉闷啊。这时伍兹不由得轻轻打了个呵欠，低声说道。苏哲却微微一笑，低声道，虽然看上去很沉闷，但实际上这场比赛打得非常焦灼，可以说是惊心动魄哦。为什么？伍兹一脸不解地问道。苏哲道，其实就像是足球比赛一样，那些大比分的比赛，什么4比3、7比5啊，看上去双方攻势如潮，非常刺激，实际上却是双方都打得非常冒失，攻守破绽太多了，才会造成大比分的结果。而最紧张最刺激的比赛往往都是1比0、1比1，或者直接拖成0比0平局的比赛。因为双方谁都不犯错误，战战兢兢的互相试探，两支队伍就像是绷着一根弦，稍微一碰就要断开那种。韩小军也点头道，没错， Quick 战队前期2个人头占了优势，但却不敢轻易去挑衅神殿战队。一方面神殿战队本身的实力很有威慑力，另一方面则是因为马可波罗对对方野区的压制能力有限。苏哲道，而神殿战队经济上有了劣势，不敢贸然反击，太乙真人也放弃游走了。刚才一直在上路与寒山大神的花木兰贡献，他一方面是在弥补自己的经济和经验差，另一方面也在帮助寒山大神把他的花木兰养起来。伍兹听到这里才终于恍然大悟，原来眼前在他看来比较沉闷的比赛居然是如此惊心动魄，双方都不犯错误，一直在彼此试探，还真是外行看热闹，内行看门道，我觉得我得好好补补课了。伍兹吐了吐舌头，很不好意思地说道。苏哲笑着牵住伍兹的手，别着急，一步步慢慢学，我帮你。韩小军则一脸受到暴击的样子，妈的，被撒狗粮了。就在这时，赛场上风云滚动，上路寒山大神抓住 Quick 对线的程咬金的失误，直接一个沉默杀贴脸打出减速。Quick 战队线上的程咬金一直都保持着很低的血量打输出伤害，同时手上捏着一个大招准备回血，但被花木兰打出沉默之后，程咬金就无法回血了。沉默杀有足足 1.5 秒的时间，这 1.5 秒对于业余选手也许只是一瞬，但对于职业队伍来说则足够完成一次线上杀人了。更何况线上还有妖帝的太乙真人在。切中剑打出1秒5剑光速连招，寒山的花木兰可谓是无懈可击，同时妖帝的太乙真人也给出非常强势的输出，炸得程咬金苦不堪言。击败，几乎只用了1秒的时间，血量并不太多的程咬金就直接被送走。这样一来 Quick 战队的上路直接崩盘，丢塔之余河道上的暴君也很有可能丢了。看起来神殿战队奋起直追，直接带回了一波节奏，全场人头比从2比0变成了2比1，逆风局面瞬间烟消云散。但现场的观众却并不这么想，因为他们能够看到全局的情况。在寒山和妖帝联手围攻程咬金，在神殿战队的整个重心往上路转移的时候，下路出现了情况， Quick 战队直接放弃小龙开大龙。比赛进入第8分钟，暗影主宰已经在河道上刷新，而 Quick 战队上路的程咬金之所以迈出破绽，被寒山和妖帝夹击，目的很简单，还是陷阱。Quick 战队就是要将神殿战队的侧重和注意力转移到上路，好利用这个优势偷大龙。只要寒山进攻程咬金，那么神殿战队一定来不及骚扰 Quick 战队开龙。漂亮啊！Quick 战队的算计实在是太精妙了，韩小军拍着大腿说道，我简直要对这个战队刮目相看了。
苏哲也点头道：“真的应该刮目相看了，一个程咬金换一条大龙太值了。”旁边旺财一脸郁闷：“哎呀，这个 Quick 战队这么阴险呢？一想到咱们下一场的对手是 Quick 战队，我就心虚啊。” Tiger 也表达了自己的担心。没错 ，Quick 战队这一场的表现看起来真的是很不错，居然能够让神殿战队打得这么艰难，这已经非常了不起了。正说着 ，Quick 战队已经拿掉了大龙，神殿战队如梦方醒，但现在反应已经来不及了。寒山还是很稳重，和队友兵分两路行动。雅典娜配合太乙真人拿掉了河道上的暴君，自己则带着兵线将上路防御塔拆掉。但 Quick 战队请出了主宰先锋，这就让神殿战队很头疼了。接下来的1分半钟之内 ，Quick 战队毫不意外的不停叫团，拿下了主宰先锋，就要牵制敌方的行动，防止敌方有清理兵线的机会。而 Quick 战队的团战又偏偏打得若即若离，既不和你正面冲突，但却又不停的骚扰。最后靠着这种近乎无赖的战术 ，Quick 战队成功消耗掉了神殿战队外面一圈防御塔，3座塔先后被摧毁，下路刘邦更是直接带到了2塔。看到这里，苏哲不由得眉头一皱，他也觉得这个 Quick 战队好难缠，简直像是无赖一样的存在。开局2个陷阱，就连老奸巨猾的神殿战队都中套了，更何况这还是有教练盯着的情况下，神殿战队还是措手不及。而 Quick 战队的打法虽然没有固定的套路，观赏性也不强，但是胜在实用，完全牵制住了神殿战队。神殿战队该不会输吧？这时旺财问出了一个大家都在想的问题，就连现场的解说也开始拿不准了。开局明明所有人都觉得神殿的赢面大，而且至少占到了70%，但是现在看起来，神殿战队和 Quick 的胜负最多不过5-5之数，就连苏哲也茫然了，说不好 ，Quick 还真的有赢下神殿的可能。尽管神殿盛名在外，与天宫战队并成为 KPL 上的2巨头，但战场上胜败乃兵家常事，2支战队谁都不是长胜不败。更何况 Quick 战队原本就不是弱者，他们原本就是 KPL 4强。接下来的1分半钟内 ，Quick 战队很有效率地利用了主宰先锋，3路外塔全部破掉，下路直接推掉2塔。而在主宰先锋被消耗掉之后 ，Quick 战队又立即猥琐起来，他们不急着和神殿战队正面冲突，而是在继续往后拖。这 Quick 战队好能沉得住气啊！韩小军不禁感叹，旺财道，感觉 Quick 战队就是等待时机，然后一击毙命。不过他们的经济领先优势已经巩固起来了，下一波要等到什么时候呢？等第2条龙吗？ Lucky 问道。苏哲摇摇头，不知道，但是现在神殿战队明显已经被搞得很不耐烦了。2支战队是相互对立的，一支战队冷静，另一支战队相对来说就必然会躁动，而 Quick 战队的打法又非常的猥琐，说白了就是有点贱。神殿战队作为 KPL 联赛上的龙头队伍，当然会被这样的打法搞得恼火。百步穿杨。就一个大的没血，不得劲。怎么可能是司马懿呢？我跟你说，最可貂蝉的一定是火舞。技能已经很准。张良不是那么张良只要你有队友，张良这个大招就没用的。
最克的一定是火舞，你有时候做了魔女，然后都不一定管用。上官前中期克，火舞从头克到尾。会玩的他根本就不会让你有发育的空间。司马懿有啥呀？司马懿没啥做的。沦陷在爱情的泡影中。对，而且别人聪明的有张良的阵容，都会先把你张良给打掉。吃我一个一，再吃我一个二，再吃我一个一。原来恶心别人的感觉是这种。吃我一个一，吃我一个一。技能已经好了。哎，狙我。一个二，弹。你他妈！请求集合。来，轰啊！我操！轰烂他呀！给我！给我把他轰烂！你放一技能。哎，都二了，那我就往前压。3个2，爽！他们最克制我的是谁？司空震，偏偏不会玩。哎，嘿嘿，刘禅带的闪现，这样夹我。那么怕火。这技能都不会带空一下的。没卡呀？怎么会卡？哇！一刀得劲儿。可以。打司马懿好打呀，司马懿2技能好躲呀。怎么在做魔女了呀？太给我面儿了，哥哥。主宰即将刷新。貂蝉打甄姬，你就得2-3-2-3-2这样打。甄姬打貂蝉，你就跟他保持距离，你1、3技能就不要随便放，就放2就行。开始撤退。你看我永远都是2技能叠被动，我叠好了被动我再上。开始撤退。精力兵线。开始撤退。这个中左草，我觉得得有人去看一下。貂蝉没在就是。
想带来不幸。干嘛呀，我的哥哥？快去吸血！需要帮忙吗？死！ MVP， 刘小军拿下。吼吼，我玩了这么久，真机一直做的大叔，你都没在意吗？铁人儿。